新手做电商，虾皮还是首选吗？你月营业额破10万必做这件事情哦，提前避开平台的风险。嗨，我是电商通灵城，电商情报站这个系列，我们会比较深入的了解跟分析电商市场，然后聊一下我所看到的产业变化或未来可能的发展。我们上一支影片讲了 AI 将会怎么改变电商市场，还没看过的话可以看一下。这一集我们来聊新手做电商，虾皮还是首选吗？那这次会来聊这个，是因为我之前讲虾皮的影片2支，然后流量很好，都在骂虾皮这样那就收到非常多有在做虾皮的朋友、经营者不是消费者这影片很多消费者在骂我们这个毕竟是 B2B 的频道嘛所以就收到大量的朋友、经营者来私讯我说，那这样他还要继续做虾皮吗？要不要早点跑掉之类的？我干脆就拍一支影片来分享我的看法。这样，先说结论我没有说虾皮不能做，我说的是你不要 all in 在虾皮因为这样很危险。如果你刚开始做电商的话，我未看先猜，应该虾皮会占你营业额中最大的一部分已经不是蛮大，应该是最大了。所以我叫你直接把虾皮砍掉，来个断尾求生，那断的不是尾，你大概从脖子以下全部截肢了所以你后面的日子也没办法过。所以我们来讲谁适合做虾皮我先分享一个之前的经验好几年前的事情，就是我跟朋友闲聊，他说他表弟快毕业，然后开始投履历想说电商这行业蛮屌不错嘛那时候刚好碰到疫情电商很夯这样，他就想说去做个电商人去做电商这个行业可是怎么投履历怎么没下文因为大家都要有经验即战力安诺，然后就问我建议他表弟怎么做这样那我那时候的回答是去做虾皮因为虾皮已经是电商经营的最低门槛，然后你只要有虾皮做出一个成绩，不用多厉害你一个月的营业额假设有做到2万，你不知道卖什么，我那个 shorts 也拍过你不知道卖什么，你先卖家里的二手你卖书，你卖没有要用的扫地机器人什么都可以，或卖衣服，你就练习把东西就摆好拍好然后弄漂亮，然后写那些东西，你就这样子慢慢卖，然后把亲戚朋友什么有该开店的东西摆来卖，就这样。你一个月营业额也不用高，你做2万 OK 好，就2万也叫营业额嘛我跟你讲这别的作用就是那个虾皮经营的后台成绩就是你的履历一定会有电商公司要你，因为他们的员工跟你面试的 HR 跟你面试的企划，你叫他去做虾皮他不一定做得到他应该是没有营业额的那你只要累积个大概50几万、60几万的营业额的话，你放心，这个就是你的履历了你去哪里走跳，品牌商、通路商都要你因为你就虾皮单干都干得起来就这样，这个就是人才了。好，那也就是说，对我们这种电商人来讲，虾皮真的是门槛最低的选项，最适合新手来练习。当然，我只有说它门槛低我没有说它没有营运的技术还是有人用虾皮给它做到年营业额过亿那个就需要营运的技术。所以我现在看一看，如果你真的是电商的纯新手，去虾皮练手，真的去吧那个是一个海纳百川的新手村那因为我们去盘点这一些可以让个人卖家经营的电商平台，我要讲的就是说，你可以只凭身份证就卖东西不用统编的那种就这几个嘛，对不对？虾皮露天旋转拍卖、Y 拍PC Home 商店街、7卖货店Pinkoi 也不算Pinkoi 也是给设计师上架的我们就假设你把同一个商品丢到这几个平台去卖，然后你叙述栏价格都长一样，来你猜猜看哪个平台会先卖掉把东西卖掉有订单？虾皮嘛，对这不用猜它是那个拍卖平台里独一档的嘛。我们在讲到电商的分类是这样，最底层人数最多，这叫 C to C 就卖二手，消费者对消费者。往上一阶叫 B to B to C 就是像商城之类的做法你感觉是在跟官方买，然后还是卖家自己出货，有很多规范这样。那最顶的东西叫 B to C， 就是说他跟你保证到货时间的，什么24小时双北6小时到货，就是东西都进某某仓库，然后你是跟某某买拿到某某的发票的这种。好，那我们现在讲的是 C to C， 就是人数最多的这个，就是一个金字塔嘛C to C、B to B to C 跟 B to C 这样。好，那 C to C 目前的王者在台湾就是虾皮不然呢不然就是你自己开一个什么团购群然后被做起来这样。
为什么？因为虾皮的算法里头是这几个最厉害，而且他们也是非常舍得砸钱去拿流量的哦。他自己的算法也很优秀，就算你不宣传，他靠自然流量有办法帮你把东西卖掉哦。那前提是你的价格还是正常的价格，甚至便宜一点。那这个便宜一点也不用多便宜啊，你就是少个10块20块就好。你看很多卖场不都这样哦，领券哦，领什么满500减5块钱的，这个也要券哦啊。反正就这样，你有在虾皮买过东西，你就知道我在讲什么。也就是说，你在虾皮你测试销售商品的效率是最高的，而且成本最低你就把它上去嘛，就这样吧。那另外几个平台，你可能会是怎么样你上架了，然后没流量，你也不知道到底是你商品的问题还是哪边有问题，这样接下来我们来聊怎么拿虾皮来练手测试一下你做电商的实力。虾皮是个极好的练功地。你也可以拿来判断说你是不是有能力脱离虾皮这样一样。先说结论，你就看你做多久可以做到月营业额10万我讲的是业绩总营收破10万，然后订单虾皮的订单平均订单你要抓300块，因为常驻活动是199免运那虾皮的客单价很低，品牌官网的客单价大概1000、1500，大家都是所谓的满千免运，因为用的是黑猫啊、宅配通等等。那虾皮他们常驻就是199免运，它客单价低啦，它300多块。好，那我们来讲时间第一个，如果你做了半年，你都没办法让营收破10万我跟你讲，这就有问题未看先猜是这几个问题。A. 选品，你挑的商品有状况，你可能选到红海市场的商品，比方说手机壳、家居小物这种东西，厨房小物一大堆人在做，还有宠物啊。那你要脱颖而出就很困难，因为你的货的成本就是人家的售价嘛，然后人家还可以用折价券都这样。B. 商品优化的问题，就是你的商品图拍得很丑商品就是写得很鸟关键字下错分类选错之类的。那这个你就去用 AI AI 可以帮你修图，可以帮你写文案那可以把你的东西截图给 AI， 问哪边还可以继续去调整C. 出货有问题，就是你可能出货出得太慢，或是你的商品包装有瑕疵，或是被投诉售后之类的，导致你的虾皮的评分过低，怎样又怎样的。所以就算你卖的便宜，消费者也是不敢下单。如果你是这个情况，我会建议你就要多花一点时间来研究虾皮的各种规则，因为虾皮上有很多的个人卖家所以它各种规定是相对简单那如果在这种条件之下，它又是流量聚集之地，这样还做不到10万你跑去通路平台上架或是你要独立单干品牌官网，挂得更快而已。接下来我们讲第二个，你做了3个月虾皮营收破10万这代表什么？代表你基本的选品、商品的介绍这些都没有问题，而且跑物流的流程也是 OK 的因为你3个月要做到10万，你基本上是每天都要出货。以我们刚才的平均订单300块来说，你每个月至少要出110件货，那扣掉假日就是一天至少要出到5件这样。如果你可以做到这个成绩的话我会建议你，那你要做这个成绩，你应该有投广告了，除非是你的品真的是你走运了，你知道不然的话，你做月营业额10万这应该已经会拿1万出头到2万块去投广告，那你就练习投广告、买观看然后来弄成交这些东西虾皮它站内的 SEO、站内规则跟广告投放，这个都自成一格此时如果你能做到这个月营业额10万，我个人建议你就要开始准备往多平台经营了。一开始我会建议你就直接找开店平台加你的品牌官网然后以你的销量来说，你应该也有能力来做贴牌的商品也就是说你可以开始干自己的品牌，不用觉得说我就贴牌算什么品牌，没有，大部分的品牌上都是贴牌先贴起来的我们再来讲第3个，你做了1个月总营收破10万这没什么好说的大哥，你1个月就可以做到10万，你这种等级的只做虾皮就会限制你的发挥啦那你直接多通路经营就给它开下去了，拿你在虾皮的标准去做其他通路会有其他通路的规矩，但是以虾皮跑得出量的各种营运的方式那个品那个市场就是存在的，这样那就可以去做了。那再来你要知道新手做虾皮要注意什么。好，那我们就再来聊一下，很多人做虾皮的时候会忽略的事情就是营业税这个你不要想说你不会被抓到这个很多人都被抓到了。来，你看这个新闻标题我念一下：虾皮卖场2个月狂卖4000万，28岁男欠219万营业税不缴，还遭裁定管收，反正就是说没报税然后被抓到因为太大条上新闻了。很多小卖家都怎样
都是直接收到国税局的通知，然后去要你补钱什么的，就是所谓的逃漏税。这种案例都非常非常的多。我也讲一下营业税的部分台湾营业税的税法的规则是，首先营业税起征点这有改过现在的版本是当月的销售货物达10万元，就你卖东西10万，或销售劳务达5万元，劳务就你帮别人上课或怎么样的上课，像健身教练像那个塔罗牌这东西都是销售劳务达5万元。然后今年2025更新10万到20万之间要成立行号，可申请免用统一发票开收据，超过20万以上成立公司开发票。这个行号我是建议不要，你就是直接开成股份有限公司你就把股份有限公司干出来，因为行号本来就是历史上的一个过渡的产品，你就把它开成股份有限公司，你以后切股份或者什么是方便很多这样那行号还有一个很严重的问题行号无限责任为什么叫股份有限公司的有限责任就是说算了，这个八卦的时候再慢慢讲。好，总之就是超过月营业额20万，你要成立公司开发票你自己注意一下。你也可以不开那你就是会被抓。这个就是夜路走多了总会遇到鬼一样，同样的道理你走第一次你没遇到鬼，第二次、第三次、第13次你都没遇到鬼，你觉得这条路没有鬼，好，你就会一直走，你走到第356次的时候，那就遇到鬼了。那个鬼一下子就会把你抬出去就不要做这种会让自己出局的事情。最后我来跟你讨论为什么我不建议你在虾皮待太久最后我们就来讲为什么我会建议你在虾皮练练手就好，不要因为做得顺风顺水你就恋战你就不走走不掉这样。因为现在已经有非常多的前浪被拍死在沙滩上了。你看这个新闻标题我念一下：虾皮亿万等级卖家熄灯，曾经一天秒杀一货柜的泡面，为何快速陨落那内容是这样，就是有一个虾皮的资深卖家有多资深，一天2万笔订单，你看他仓库要多大，还有多少人理货拣货包货，然后他可以一次卖掉一整个货柜的泡面，这种等级也宣布熄灯了。为什么会熄灯？我未看先猜，因为他卖的是快消品那就刚才标题就讲了，你一次卖掉一个货柜的泡面这泡面你觉得他自己的泡面工厂生产制作什么就可能，那就是批货来卖，进货来卖。然后虾皮的机制又怎样？竞价，就是你虾皮的商品页往下滑他会推荐一堆竞品给你。像我就是随便点一个泡面往下滑，它有一半的版面都是这个泡面。现在就是这样，就斗价钱大家就要比价看看比较便宜它就是这么针对，然后变成怎样？大家在虾皮卖商品比的不是谁行销厉害，比的是谁可以压低价钱，或是拿到最便宜的价格，就是这么血淋淋然后你看我刚才说的这个破亿卖家，你觉得他不想跑吗？我跟你说，他看苗头不对他也要跑，但他跑不掉，你知道？因为每个月都有货款的压力跟那个仓租的压力。你小卖家的时候，你就是东西堆自己房间，觉得没什么。你大卖家的时候，你仓库就要找地方放，规划动线，然后请人去理货拣货包货，那个都是成本，你知道吗？那个仓租的租金烧起来很恐怖那个就是你在呼吸都在烧钱。我跟你讲我们 Cyberbiz 就有杨梅仓跟林口仓，你去看如果你是我们客户的话，可以申请去现场参观，你不要自己跑去那都是现场作业的环境那个普通的去危险你去看那边那个货这样子堆堆那么高，然后就这样子，假设是你的仓库叫你付租金，恐怖经营大卖家的那个经营压力非常的夸张我再来截图截一个给你，来你看顶让卖场账号，这是卖女装跟小物的，这个都是斗价钱的重灾区他说他2022年营收是270万，2023涨到600万。那2024就做到300最后就要把账号顶让掉，这样还是会手把手教你也会把库存跟供应商的名单跟合约都转给你，只收你120万。来，你有没有心动？你有心动你快去这么好做他干嘛要卖这个就是要跑了如果他真的觉得很好做的时候，我跟你说他应该怎么做？他当然会跑去开电商教学的课程嘛，对不对？卖课卖课最好赚不用物流毛利极高这样。然后上课的时候
不是会有学员就洗学员来做他下线啊，跟他拿货啊，进一步这一帮人又可以跟供应商压价。我没有在臭谁而是说这个是很自然而然就会发生的事情。人家有没有经营出成绩？有，确实有成绩。有没有很多人想要去做虾皮？有，确实有。这个是一拍即合的事情所以就电商课程现在已经还好了。你现在说做电商很赚钱爱信不信？你做缅甸诈骗还是怎样？在之前在风光的时候，你说做电商赚钱，非常多人都愿意拿钱来上你的课，那课都是贵的当然也培养出了不少的卖家我朋友就是通常都是开成选物店、选品店，我叉叉严选这种的，他不会说我就单单发展我的品牌的化妆品美妆保养品，他不会，他大概就是通路。我说通路是通路商就是叉叉严选，然后去批什么东西好卖拿来卖，这样大概都是长这样子为什么现在那些有成绩的卖场都要泡掉说老娘不玩了这样你看这就是经营的难度已经直线飙升嘛。所以我才会建议你说，你就是怎样，你在虾皮练练经验就好了那你技能经验学到了，就可以赶快转换战场，不要继续压住在这边，不然几年后你做起来了，你可能会变成下一个要把你虾皮卖场顶让出去的人，你信不信结论就是这样啊，就是说虾皮非常适合新手练功。练功的目的不是说要赚多少钱，而是说你要熟悉电商上的大大小小的环节。自己去包过货、寄过货、被人家退过货、回客服这些东西，完完整整跑过一次。那你东西上架在虾皮没有流量没有流量怎么办没有流量就去买广告就买看然后被人家坑钱那这个后台是怎样坏了吧你就是花这些就是学费。等到你做起来以后，月营业不用高，那就是赶快去转换你的战场，比方说经营你自己的自媒体。经营你自己的赖团购群组还是怎么样要赶快离开虾皮这边，不然很麻烦。多的是这东西叫饮鸩止渴，你知道，就是虾皮好不好做？以电商通路来说，它已经是最好做了那它已经是最好做的情况之下，你去做拿到成绩，然后因为斗价钱的文化习性大家就来斗到现在它突然涨了交易的手续费就是你可以这样想啦，大家的利润毛利都已经是鼻子浮在水面上呼吸然后它现在要再把水位再涨高10公分，对就会淹没掉一些体质上比较没有办法负荷的人就这样，不是他们烂，你说快消品你就是天然斗价钱的东西，那大家比什么？比货源，这些货源比较厉害就这样这边哪有什么销售的技巧这边就是大家来斗价钱就会变成这个样你要在虾皮做品牌会是另一种剧本。八卦的时候我来好好说。总之就是这样啦你在虾皮练功就好，好了以后你还是要想办法去做你自己的直接流量然后可能虾皮你就是拿来做结账这样。讲八卦讲八卦，我讲一下开公司这种事情个人行号然后跟公司又很多，又有什么两合公司有限公司无限公司这些东西都不管，反正我们要开就是开成股份有限公司就这样，不要去开那个行号。行号它有一个问题行号是无限责任为什么我们叫做有限公司？那个有限是什么？能力有限嘛资金有限嘛？不是，那个是责任有限，这个是发展来的就是说以前在英国的时候就工业革命以后，那开公司然后赚钱，然后产品销售出去，就害人家用出人命了用死掉了。乡民是怎么样？当然是打砸抢那赔我或什么。好，这严重了怎样？阻碍创新所以就是用一个有限责任。你公司你可以尽量去干，反正就是有限责任。那个有限责任不成文的默契就是你的资本额所以人家说资本额就是你的实力就是这样来的赔钱的实力这样来的。行号真的便宜，你说免用投一发票哇那新华贼趴嘞没有，你超过20万你还是要用成公司。行号它在执行上你说省钱，可是你知道你是要省那个钱，可是你担负的是无限的风险。无限的风险就是说赔到底赔到死把你的身家拿出来赔会变成这样所以说我们就是开股份有限公司就对了，它也适合后续的一些资本上的操作，比方说你要卖股份你要切股份，你要分股份还是怎么样你让外面的钱才有机会进来，不然等你哪一天做起来你有投资人，投资人是叫你把它先开成股份有限公司再来谈就会变成这样。好，不要去负担那个无限责任真的很危险。我举个例子一个炸鸡排的摊子，有人炸请工读生那边炸，好，结果那个工读生在炸的时候，油锅不知道发生什么事那个倒下来把工读生烫成严重的烫伤，因为你是行号
然后他就去告你，好，告这个老板说你那个没固定好还是怎么样，你要赔他一辈子哦，无限责任、无限上纲会变成这个样子。再举个例子，一个货运行哦，然后他就开着他的3.5哦，然后在那边走来走去，好，在有一天上下班的时候哦，上下班在送货的过程中，他不小心撞死一个老人哦，结果你是行号，你觉得接下来会发生什么事？你这个老板你会发生什么事哦？所以说有限公司哦，责任有限哦。那就是把它看成这个就对了，很多就不太了解了哦。我可以免开同意发票哦，在，他背负的是无限责任，你会被弄，你信不信？哦，你会被弄哦。反正你就开成公司就对了哦。台湾是这样哦，你开公司很简单，你要关公司很难哦，就开公司很快，大概2个礼拜哦，筹备出怎样有没的。你关公司哦，大概要等2-3年吧哦，它资料上哦就还会整个都更新啊，你就去把它开成公司哦，对你的事业会比较有保障啊哦，就是这样。好，那再来说现在的做法是什么？就是说我说在虾皮练手之后要离开啊，离开是啊，以现在的情况来说是要去哪里哦？我跟你说哦，你大概月营业额哦做到20万，接近20万，你就要去开公司了哦。这边再说一件事情哦，就是说凡检举必立案，立案必查以消案，这东西你知道吗？哦，你知道吧？哦，谁会来检举你的卖场？我跟你讲，你以为是你服务态度不好，消费者没有，绝对是同行哦。同行就是先检举再说，你知道？而且北区国税局哦有匿名检举，匿名检举很夸张啊！匿名检举就是完全是匿名的哦，匿名到什么程度？匿名到你那边只需乌有编造事实，他也是要办，因为他会立案，这你知道哦？那就贴你的连结，贴什么？他给你买个东西，然后说没有发票，他就弄你，就知道我要表达的是说，人家检举你的代价如此之低，所以一定会去检举的。那同行想到就来检举一下，想到就来检举一下，所以你1个月你可能会被检举2-3次哦，就真的是这样哦。那这真的很夸张，你就打国税局匿名检举，不然你看谁不爽，好，你去检举他哦，就这样把检举的门槛弄得那么的低哦。你可以留地址，你可以留信箱哦，那他来跟你回报，你也可以都不留。我们通常都是怎样，就是事后不理啊，就是我就不留了，我就是说他逃漏税啊，就这样。台湾这个部分，你说成熟哦，大家可以匿名检举。那不成熟的地方就是说，被检举的人他自己要举证，你知道，然后他犯罪哦，人家不是来问指控的人，他哪里犯罪？不是，他就是直接去盘问那个人说，人家说你犯罪，来你证明一下，证明你没有犯罪哦。所以检举这件事情真的是一定会发生的哦，绝对会发生，你不能心存侥幸。我跟你讲100%，你一定会被检举，被同业检举。他们想要得到的效果是什么？他们想要得到的效果是你的店被关掉，你的店被锁起来。这种事情在虾皮发生还会少嘛？哦，所以说离开虾皮哦很多啦，那都是风险的管理。那离开虾皮以后你要去哪里哦？不是说啊离开虾皮我盘点一下，那我去旋转拍卖，不是这个意思哦，而是说现在电商的版本答案叫做做自己的流量导到自己的地方去结账哦。那有人啊，他还是有自己的流量没有错，他还是把它导到虾皮去，因为他用虾皮的金流、物流、虾皮店到店哦，这样也可以。可是光这样你就要被虾皮抽了，被抽久了以后，他一定不行嘛。那他们就会怎样？成立自己的品牌官网，因为他有能力做出自己的流量，流量就是生意的制高点啊，流量跟金流。好，那你就有办法做出自己的流量。请问你一定要在虾皮卖啊？不用啊，对不对？那更好的处理方式是什么？像我们的品牌客户们都是啊，那我就用品牌官网哦，我就让人直接来我这里留资料，我就可以对他做再行销啊，这样子就能成立了哦。那你要做出自己的流量啊，做出自己的流量大概就是那些招。现在的话比较流行是拍抖音哦 ，TikTok， 然后拍 YouTube， 然后 YouTube 现在啊，你那个频道有通过那个 YPP 以后，你底下是可以挂商店，你就挂自己的商店哦。我看到也有人去挂他的虾皮卖场，这很奇怪哦。这就是说我做流量，然后我要分虾皮赚哦，就这样，我来分虾皮赚，不是说我参与虾皮分润计划，我去卖虾皮上的东西拿佣金。不是我倒过来哦，那为什么他会这样选择？因为他要虾皮的金流物流，那金流物流处理这件事情的成本已经很低了，就像我们 Cyberbiz 都把你弄好，所以你要成立一个官网，金物流齐全的，成本已经那么低的情况之下，应该就是接下来你要练习的就是制造流量的技术。你是做美妆保养品的哦，那你的 IG 哦，你的 Trade 哦，就是发非常多的那个美妆保养的教学，然后跟发很多文啊，你知道吗？哦，然后什么什么，就这些东西，做出你的流量，让人家来跟你买。有非常多的网红、网美哦，他们红了以后都是做自己的品牌来用，就是这个道理。其实是不是在虾皮结账，对他们来讲没有很重要吧，对不对？哦，最好的
你能保留到大量毛利的，就是来用你自己的官方网站来结账，因为这样你还可以拿会员资料，拿到这些资料后面去做再行销，你行销的长期成本才会被摊低，那你的营业的毛利结构就会往上爬，就是这样，自己去做流量哦。你在任何生意，你有办法自己去做出流量的话，是用谁结账是没有太大关系。我今天这支影片是说，大家都在骂虾皮哦，消费者也在骂哦，那个卖家也在骂，可是你摸摸你自己的良心，不知道还在不在哦？你摸摸你自己的良心来扪心自问一下，就是说啊，离开虾皮之后你是要去哪里哦？你起步要去哪里起步？我跟你讲，我看一看没有呢哦，除非你天生神力，你就红了哦。那红了之后是大概通路平台都来抱你大腿，很难嘛，实务上非常的难嘛。叫你露脸拍影片，你看我长这样，我也在露脸拍影片。叫你露脸拍影片，来这位置换你做，你敢不敢？一堆人不敢哦。那你要怎么红？很难呐。好，那红了以后，你就顶多是用虾皮来结账哦，或是你先在虾皮里面小卖家默默无名的小卖家做起来，做起来以后怎么样？一样，你去开频道，你做 TikTok， 做自媒体哦，让自己红起来。有一个案例哦，就是卖表带的。现在 Apple Watch 不是有很多表带嘛，然后手工做哦，那手工做是做啊，它也有卖就批来的哦，工业大规模生产的产品的那种。好，那我就做这个表带，慢慢做，慢慢做啊，就有人想要看那个影片，我就做表带影片，觉得说被用心对待啊，你要便宜可以买款式差不多哦的量产的东西，那你要手工制作的话啊就很贵哦啊，可是他在做你就看得到。慢慢去做出你自己的流量哦，那此时让虾皮对你来讲，你是结账的地方哦，用它的金流跟物流哦，你绝对会是比较健康的。你不能生意都 all in 在虾皮上，这样叫做鼻子浮在水面上呼吸哦。那下一动，你有办法做出自己的流量？我跟你讲，这个很难，这个被我一句话就讲完了哦。但你有办法持续做出自己的流量哦，不管你是投广告投出来的，还是拍影片拍出来的哦，还是办线下活动办出来的都可以做出你自己的流量。下一动当然不会去接到那些通路平台啊，就会去接到自己的官方购物网站哦，就是这样。你说我自己开官网，哪有人理我？你还不红，你红了之后一堆人理你哦，就这样。他们就说去他官网买哦，有新品都在官网哦，然后买久了就习惯了，就不会怕什么诈骗了，大概是这样哦。然后虾皮的那些卖二手，买你东西去卖二手，这很多，像一些直销的那个保健食品哦，超级多重灾区，大家在那边哦。便宜出清哦，去检举啊，检举它就对了，就这样。虾皮的经营，简单的讲就是这样哦，它是一个练功极佳的地方，但是你要在这上面变成年营收过亿哦的大型卖家哦，那你只有 all in 虾皮的这个地方，那以老板的角度来看，这个都很不 OK， 这个是风险没有被分散掉。所以就是要表达这件事情，虾皮拿来练功极好的地方哦，但是你要把你的身家都压注在虾皮之下，你就要看说他下一次什么时候跟你涨交易费用，你总是要有自己的基地、自己的家，还是会回到品牌官网，然后想办法自己去做出流量哦。你要投广告做流量没有不行，那你就是要花钱，而且是长期的花钱哦，还是要想办法让自己红，用社群媒体拿到流量。这才是免费的流量哦，然后免费的流量，你的毛利才会高，大概逻辑就是这个逻辑。我知道一讲虾皮哦，非常多的朋友影片都没看完，底下就在骂，好，开始骂吧。现在的电商平台之间竞争激烈，除了你熟知的虾皮、PC 和 Momo 以外，外国的电商平台也对台湾虎视眈眈。除了酷鹏大军来袭，还有SHEIN、抖音小黄车、全球速卖通 Temu， 他们都在偷偷伸出触手，要来抢台湾市场。而对于我们这些品牌商来说，最可怕的是，现在这些巨头在神仙打架，你只要被插到一点哦，非死即伤啊！所以我建议你啊，快点跑啊！再晚一点，你可能都被逼着参加斗价钱的战场，想逃都没有办法逃。只有盖好自己的品牌官网，培养自己的忠实会员，才能够创出高的毛利哦，这才是避免伤亡的最好方法。如果你现在正在找一个实力坚强的电商系统来帮你架设品牌官网，我推荐你 Cyberbiz。我们除了官网仓储跨境 POS 能一次搞定以外，现在还能够发动电子票券啊，或是30分钟机车快速到货，让消费者更难抗拒你的行销活动。这也是为什么那么多大品牌都喜欢配合我们 Cyberbiz 电商系统的原因。如果你想了解更多，那你就填写资讯栏的连结。好，那填完资料以后，我的同事会跟你联系，电商相关的问题应该都回答得出来，因为我们经验蛮丰富的。最后记得点赞并订阅我的频道，我会继续分享更多电商资讯给你。我是电商通灵城，我们下集影片再见。